将军，你知道吗？野狼劫掠我们的牛羊，但是铁墨人还是把狼纹视为图腾，因为野狼教会了我们掠夺。难道我们铁墨人就应该世世代代生活在寒冷贫瘠的土地上？所以我们要出来劫掠，我们要占领富庶的土地。长安的每一寸土地，你们都抢不走；长安的每一个百姓，也都不会屈服。你的军队不是已经被我截杀了吗？你现在不是已经成为我的战利品了吗？长安就要沦陷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你放心，长安它不会沦陷。现在我可怜的是我那匹战马，送我出城作战，带我回来受死。一身的血都被放干了，还藏着这手呢。只可惜，我是个瘸子。你是铁木人，说，你的主人在哪？好在这长安城里还有你拿不下的人。一代名将白文虎顾玉死了，他和严凤山、萧武阳还有刘子温一样，都是可敬又可怕的敌人。去找一处高坡，把顾将军厚葬。他说过，要死在故土，我成全他。是。
将军与他既是故人，为何不与他相见？他遭逢变故，这些年颠沛流离，连高相都难找到他。而我这个口口声声的故人，却以为他早已死去。他为了不连累我，甚至都没有向我求援。我哪里还敢再去见他？白头啊，你来。白头儿，你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。为师问你，长大以后，你想成就一番怎样的事业呢？盛世，辅佐明君。但是盛世不常有啊，若遇乱世呢？若是乱世，杀光敌人。有此志向甚好。先记住为师的一句话吧：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所以，你得让自己好好活下来。古玉救出去了，吴隐冲送走了。你以身入局赢了半招，可接下来呢？你不像不留后路的人。我想知道，你用什么办法可以走出这个院子？我出不去，你也不会杀了我，不是吗？眼下不会，将来会。那便还有时间。在等萧武阳。不只是他。安排了400人，没有杀死他。白头，你可真是有点疯啊！你被困在这里的每一刻，外面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无法应对，你不会不知道。进来吧。见过风神将军，淮安大人。你想好要当虎贲了吗？你的功勋呢？杨楚豪已经死了，这就是我的功勋。只是刚在路上遇上些小麻烦。
他死了没有？快了。天亮之前，他应该会死在长安城的街巷里。是叶征的剑啊！我练刀10年，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缠的对手。这个叶征，真是位值得敬佩的对手，只可惜太感情用事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对小青是真的。我说了，这就是鸟毛的弦，困在这里，外面的事你无法应对。这院子开真好啊！今夜就是尽头了。动手吧。大人，前方就是玉龙岭了。这几十年里，最智慧的人、最强横的人、最狡猾的人，都出现在长安城。你说，是时候了。春分后还下雪，不是太平年啊！你父亲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下雪夜。你父亲千疮百孔，被带到了我的面前，最后对他动手的不是刘子言，是我。我还收敛了他的尸体，为他建了一座坟。那座坟你找到了吗？你在坟前哭过吗？认命吧，白头，别斗了。认命？你告诉我，如何认命？一人一叩首，命字就是这么写的。
上一个负责做文牒的人呢，大家都叫他老人，上个月病死了。他之前就住在这儿，干活也在这儿，你不介意吧？没事，百无禁忌。行，那以后这里啊就由你负责，外面的兄弟呢也都听你使唤。哎，不过啊，该走的步骤不能省，你来京都的过错我得看看。啊。 先查他的过所，看看他什么时候从哪里出发，经过的每一个州、每个府都有家印，把这些家印一一排查。如果按时或者时间差不多到达，应该就没什么事儿。但如果时间相差过多的话，就要留意啊。行，我这就去办。 哎，我就是不明白啊，你这么有脑子，怎么偏偏分了个收贿赂的差事？真不知道王普怎么想的。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来人！你3天前就应该到了。 最近没风没雨的，你多走了3天，该怎么解释？问你话呢，说。哎呀，你这伤是怎么回事？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。 他说认识我，逼我做过错，我不愿意，就和他打了起来。最后，我趁他不备捅了他几刀，才杀了他。余生我也昏了过去。这么一来一回，来到这里的时间就被耽误了。遇到这种事，为什么不上报？不敢报。你杀了谁？刘子言。 刘子言是你杀的，他可是虎贲第1杀手，就凭你。兄弟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受了重伤，强弩之末。你捅了他几刀？分别捅在什么位置？我第1刀就往他的心口上捅。 但是他抓住了我的刀，我抽了出来，又捅了几下。我怕他不死，差不多捅了10刀。他的尸体在哪儿？城外南郊30里外的一片树林。我当时怕他要命，就把他尸体扔下，自己跑了。 看着他，等我回来。是。怎么着？这整天的和这个收垃圾的混在一起，都不嫌它臭，到我这儿挑剔了。这2种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怎么样？查过没有？一共有几处伤口？查好了，伤口一共11刀，是2组人动的手。来看，这几处刀口平整，刀刃进出极快，手法利落，应是我们的人所留。 不过这几处伤口伤得虽重，但均被他避开了要害。真正的致命伤一共9刀，2刀在胸口，其余7刀皆在胸腹。从伤口上看，虽捅得用力，但深浅不一，伤口翻卷，说明刀刃进出并不干脆。
持刀之人杀心虽重，但并非惯用武器之人。手部之伤口自内而外，内浅而外深，应是夺刃之时对方抽刀所致。那有没有种可能是死后伪造？死人无法抓握，只能是由他人握住死者之手去抓刀刃，但若如此，受力便会不均匀，故无法形成如此平整的伤口。哎，你写，接着写，我去看看。兄弟，你这手法可以啊，厉害！我看啊，比之前的老人还厉害。弟兄啊，你这是……哎，你做你的，你别紧张。我今天来找你呢，是想跟你道个歉。之前呢是我莽撞了，我就想啊，请你晚上喝个酒，吃个饭，给你压压惊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我没问题吧？哎，没问题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还杀了刘子言，是多少人想办而办不成的事儿。兄弟，能文能武，有前途。前不前途倒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没有把自己的命给丢了。嗨，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？哎，就这样啊，晚上街口羊汤铺子，我请你喝顿好酒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就这么定了，到时候啊再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。我还给你准备了份礼物，包你满意。好，那就晚上见。我抓紧把这些活给干完。嗯，你忙你的。说什么来着？你和他们就是不一样。你放地上我怎么吃啊？这样，老弟，你放我腿上就行。嗯。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。放你腿上啊，然后等我走了，想办法把碗弄到地上，碗摔碎了，再拿碗的碎片去割松绳子，然后跑。我是有同情心，但我不是傻子。老弟啊，你这样我真的够不到啊！你自己想办法。你可以呢，先把身子倾过来，然后脸贴着地上，像狗一样。这事儿我干不好，你肯定也行。王鑫兄弟，藏兵巷里有2个人，你必须得结交。你说的不会是凤山将军吧？哎，凤山将军我连影儿都没见过。这第一个，李三更，藏兵巷里最冷静的一个人。你的过所被我看出来17、3天，就是他给我支的招。你不说，他也不知道是我的主意。怎么，你拿刀架了他的脖子，想赖到我头上？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哎，对呀，都过去了嘛，咱们就这不提。第2个，
就是我，狄路，藏兵巷里最热情的人。这里所有的人啊，都是我的朋友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，跟我招呼声就行。好，那谢谢弟兄了。哎，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，越感谢啊，越显得婆妈。啊，王兄，你跟我们俩说说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啊？你把他灌醉不就知道了？别，我呢是真不太能喝，就像狄兄说我的那样，我呢可能是藏兵巷里命最大的人，毕竟面对刘子言的时候，我还算活了下来。刘子言，说到刘子言，我得给王兴兄倒一杯。谁知刘子言重伤之后，恰巧遇到了你，还碰巧认识你，逼你做过所。三根兄，满了。这么巧的事情，若非亲眼所见，谁敢相信？三哥，我知道你谨慎，但这个事儿我已经查过了，你就别一直在疑神疑鬼了啊！来，坐。哎呀，他这个人呐，就这样，垃圾堆里都觉得有敌人，你也别怪他。你们俩碰一杯，就此结果了啊！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来，三根兄，以后做过所，找我。以后有垃圾，我收。兄弟，那天别怪我那样对你啊，我就是怕。现在虎贲就像过街的老鼠，我必须得盯紧着点儿。够了，喝多了不要说胡话。你是不知道啊，那时候刘将军还在，我们虎贲是何等的威风。哪像现在啊，凤山将军想改朝换代那是大事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就是怕这巷子有一天被打破了，到时候我们这些虎贲兄弟啊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希望他们呀，能过一天是一天。来，喝。山水呀，连绵情更长，知心的人在此把歌唱。踏雪送君呀，终有别。盼君归来，惜鬓如霜。真心似水长。哎，是我喝多了，还是你俩喝多了呀？我家这边，往这边走。走。哎，弟兄，怎么突然听你唱了这种曲子？这听起来不太像长安本地的调调。以前啊，认识一个人，就是在歌里的那个地方，什么淮南。我以前专门负责给他通消息，每次去，穷乡僻壤的，折腾死我了。后来，上面的人说他叛了，我就负责接了杀他的任务。但是我在那之后啊，连个人影都看不到。只有死过一回，才能真正的自由。说真的，这个人在叛之前，我还挺喜欢他的。那弟兄，你为何还要杀他？兄弟，喜欢谁，跟杀不杀他
没有多大关系，因为人到最后啊，喜欢的人只能是你自己。保住自己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不去杀他的任务，那死的人就是我。我都没喝多少，去我家接着喝，接着喝，就这儿。三哥，你去拿酒，你在那儿。行了，都喝成什么样了？来，慢点酒。先走啊！走什么呀？咱再喝点儿。今天大家难得高兴，你也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咱们再喝点儿，喝点儿。今天就别喝了吧，省得明天头疼。喝点水啊！我不喝水，我要喝酒。兄弟，我可是给你准备的一份礼物，你那个再陪我喝点，要不然啊，我东西给别人了。哎，三哥，你也得陪着，你也得喝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啊。兄弟，你这个伤是什么时候弄的？刘子言前段时间捅了一个人，是虎贲内部流传很久，必须要杀死的那个。我听说刀是从脖子这边捅进去的，刚好捅的是右侧的脖子。你小子差点把我给蒙过去了。幸好今晚你在，韩子霖。唯有什么？他怎么不说完就走了？唯有小梦蝶查出无眷无爱，情根已断，才能破茧成蝶。即使被捏碎，也会因无情怨气而重生。叶望川皆是无情舍念之人，所以此蝶出现也并没有什么离奇。原来昔日在茅草屋中有蝶入梦，竟是他对我无情。原来从始至终
他都没有爱过我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莫再执着了。今日渡船，定能成功。燕丹，你迟迟无法渡船，我便只能试着破开船水，直接送你下界。只是这般，你定会留存记忆，因而我无法以真身相对，徒增你痛楚。唯愿这花开之景，日后能成为你记忆中美好一隅。保重。何人？无关渡船者，不想死，就给我滚！后面那个女的，给我抓活的！冥王，为何他要抓严丹？不识好歹的东西，给我杀了他！碧城、北都、燕山、雾水域、地灵镇，严丹，已经快900年了。我找遍了凡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遇到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可是我为何迟迟找不到你？你到底在何处？我不会放弃的。敖轩，于墨，同在天界这么久，我都没发现你的身份，藏得够好的。可惜，你的鳞片现在在我手上，只要你施法，我就能顺着灵力迹象找来，将你诛杀。你们龙族如此兴师动众，就不怕其他的水族发现我的身份吗？杀了你，不就无人知晓？上！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一藏，你快走吧，此人是冲我来的，走啊！冥王暴烈无端，我早就想教训他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在这等我。堂堂冥王，为何要抓捕一个渡川者？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这样过问我？我在这里800余年了，从未有人追捕过我。今日如此异常，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你快走啊！
你果然是有同谋啊！金银符为天界之物，你到底与天界何人私通？原来冥王只用左手出招，是怕被人看见这右手的反噬之招。这便是你追捕严旦的理由。这具身体终于要归我了！快把四眼和灯给我！若再出招的话，便会反噬入魔。他竟是青离应渊帝君。乙藏，发生什么了？现在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放心。等我。堂堂叶望川之主，私照名利，屠戮生灵。今日便将你拿下，罚当其罪。奇奥金印。帝君，小王也是受人蒙骗才出此下策。帝君，饶了小王这一次吧。奇奥金印乃是湾云帝君的法器，你从未与他交过手，说，怎会身负此伤痕？仙魔大战之中，小王曾被湾云帝君重伤，难道帝君不知道此事吗？殿下，魔族叫我们在此支援，可他们偏偏迟迟不来，莫非是前方战事不利，撇下我们自己跑了？我早便觉得朔华长老不可信，说让我们坐收渔翁之利，天下哪有这等好事？说不定他们是叫我们替他们送死。冥王竟也参与此战，同魔族沆瀣一气，务必上报仙界，由帝尊降罪。邪神已死，乱臣贼子，速速投降！邪神死了。帝君恕罪，小王是受那邪神的蛊惑，一时鬼迷心窍。小王向来效忠仙界，万年以来从未有不臣之心呐，请帝君饶过小王吧。战况已传遍仙界，帝尊也已下了明示。据说是邪神玄香趁三大帝君与基督仙君不备，将大军引入了魔像之中。若依你所言，三位帝君已经将玄香诛杀，魔界定会溃乱，再无刚鼎之人。那三位帝君又为何会战死？小王不知啊，小王自战败之后便被天兵关押至天牢。这事结束之后，弟子念小王是初犯，也没有酿成大错，所以罚了小王的万年修为，流放至叶望川。自此，小王连年加倍进贡，
对天界众仙那是恭敬有加呀。小王绝不敢隐瞒帝君。仙魔大战，冥王所言怎会和天使祭坛说法不一？难道当年仙界伤亡惨重，另有隐情？待本君事毕，再来审你。严大，放手吧，乙藏。冥王想要杀我，你若是再阻拦的话，会危及你的性命。我唯有向川水走去，待天明雨灭，方能够让你安生。严大，你别着急，我知道方法可渡忘川之水，能直接将你送往凡界。难道你宁可葬身于此，也不愿去往凡界吗？是。要么亡，要么死，不然身处何处，皆是无尽忘川。真是没用啊！那人不过拿走了你半颗心，难道就算灰飞烟灭，你也忘不了他吗？严大，你承不住这些痛的。这世间种种痛楚，我都承受了，剜心、泪行，了无桥下撕身之痛，明火灼灼焚心之苦，皆不若一次心死。我定要忘了他，我绝不回头了。严大，你当真想要忘记这一切吗？是，我为他痛太久，这一次，我想求一个解脱。先前承诺，皆未做到。这一次，我最后能为你做的，就是完成你的心愿。此中消除记忆之法，因规条苛刻，古往今来无人成功。若你执意相忘，我便好心接身，全力以赴。忘川之水，
灭情绝爱。若有执念之人，苦毒忘川而不果，便以此法处之。炼长下蛊。去川中水。其道上灰，化为绵衣丹。供奉明令，求焚心火燃至丹城。你并非明王，来者何人？天界中人，即是从权，特借明王身份，号召明令，借焚心火一用。可有供奉？很好，你可比那个老朽有用多了。借此火者，须见真心。你为何事所求？故有困身忘川，我想借之其力，以念心安。其心不诚。我辜负此人，情已难还，只求舍身相救，以慰心安。并非真意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奈何情深缘浅，终有一别。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在快活。此乃真心。强行消除记忆，身体易受痛楚。陈华曾有疗愈之效，你带上它，当能舒坦些。以焚心火烧去相望者与其执念人情系之物，便可清断一举，前尘尽忘。东西还来了。哦。情断一绝，再难相守，连我对你的最后一份心意也留不住了。
原来要你忘记我，我也会这般痛。经过自己的分一半出去，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。姻缘君，好美的星辰啊！姻缘君，别走啊！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美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地，人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深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浮云皱皱。若是拉住我，你便要再历一次这心死之痛。放手！我做不到。我们终究是陌路人，你在执念什么？尘世相逢一遭，我爱过，痛过，已经足够。可是你何曾让我见过你的真心？你情根深重，旧谊难消，唯有分断情根，抹除你对我的情谊，方能彻底消除记忆。我已自证我心，断念吧。
你往日心愿是成为一个自由的凡人，可唯有渡过忘川，才能化人。既然我强行分断你的情感，抽离你对我的情爱、记忆，若不凌厉护体，只怕你难以承受，便只能让你化为妖神，离开此地。妖类无拘无束，你可在凡间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花妖。往后之路，我已无法相伴，只愿这尘花在凡间相随，护你周全。前尘已了，他们也不该再留于世。你是放弃，可我再也忘不了了。冥王印记一事，还有诸多疑点，需尽快审问。竟能伤我仙灵，此人绝不简单。他在拖延时间，难道是想调虎离山？竟碎了他的名单。为了封口下手如此狠绝，当年仙魔之战定有隐情。如今基因符已死，冥王夜出，此人定已藏身。若要理清真相，揭露他的身份，
我要从魔族查起。子令，你袭击山主，危害山境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你们做囚溪的走狗，残害同族，看看你们自己，还像不像是妖？好小子，这份恩记下来。不必追了。碎魂钩已经破了他的龙丹，他必死无疑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我这万年金甲，咱们早归西了。兄弟，哎，兄弟，伤这么重啊！今日你救我一命，我必不会让你死。是吧，父王？敖轩，招揽，你怎么来了？招揽今日与南海龙王一同前来商量婚期，我去内殿接待一下你未来的岳丈，你们二人好好聊聊。婚期，如今你愿意嫁了？我的东西呢？900年来，你第一次主动来找我，就是为了那鳞片。
当初你说过，我何日愿嫁你便何日归还，堂堂太子莫要食言。我丢了。什么？你何时丢的？丢到何处了？我不记得了。这种无关紧要之物，我就从来没放在过心上。敖轩，你若背弃诺言，那这婚期也不作数了。不嫁？你心头之人已命丧黄泉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哼！我龙丹被破，竟然还能恢复，此处到底是哪？嗯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温泉水果然神奇啊，将死之人都能救回来。我这是在何处？行了，先别问这么多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这个地方，裘西私占，如果被他发现我们私用啊，必遭报复。既然来了，别急着走啊！是裘西。没想到抓了一只小王八，这么喜欢我的地盘啊！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住所。臭蜥蜴，想关你爷爷，还早得很呢。快点，放开我！快点，走！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快点，快点，还不是我们山主大人的下酒菜。走，百灵，快点去！有人过来吧你！去！山主大人，昨日逃跑的小妖和报信的百灵鸟抓着了。臭蜥蜴！长得这般水灵，做我的妾室多好，为何要给这只叛妖报信引路，自寻死路？你杀我羽族百人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成全你，送你去和你的族人团聚。住手！